Hello，大家好，这里是麻辣白草莓。Windows 每次装机都会带 Edge 浏览器，但对于很多人来说，它并不是一个日常使用的浏览器。明明已经把谷歌浏览器或者火狐浏览器或者其他的浏览器已经设置成默认浏览器了，可 Edge 浏览器还是经常会自动启动，后台运行多个进程，占用一定的内存和磁盘空间。有时候系统更新之后，它还会重新出现，甚至再次固定到任务栏，让不少用户感到困扰。更让人头疼的是，当你想卸载它时，却发现它的卸载按钮是灰色的，或者提示无法卸载。网上找了一圈教程，很多是几年前的方法，现在早就失效了。还有一些教程要求修改系统文件、安装第三方工具，稍有不慎就可能影响系统稳定。如果你已经决定使用其他浏览器，希望电脑更加精简，不想让一个几乎不会打开的软件一直待在系统里，那么这期视频就是为你准备的。今天就分享一种到现在仍然有效的卸载方法，安全卸载 Edge， 并解决它反复自动安装的问题。在开始之前，我们先确定一下自己的系统是否支持这个操作。这里重要的一个分水岭是在2024年3月份之后的系统才支持这个操作，2024年3月份之前的系统不支持。这里教大家看一下自己的系统是否可以支持。大家先点 Win+2 键，弹出来这个运行，输入 Winner。如果说不会拼的话，可以看这里，点击确定，可以看到它这里弹出来了这个 Windows 目前的版本。像我这个电脑 Windows 版本是 25H2， 主要看这个位置。如果说你这里显示的版本是高于 22H2 的，都是可以使用这个办法的，包括 23H2、24H2、25H2 这几个版本都是可以使用这个办法的，并且 Win10 也是支持这个办法的。Win10、Win11 都可以，并不是仅限于 Win11。好，我们现在开始。大家可以先看一下自己的电脑是否跟我刚才说的情况一样，是没有办法自主卸载的。这里我们打开安装的应用这一块，在卸载栏找到 Edge 这个浏览器。这里后面有一个3个点，点开以后可以看到这里卸载是灰色的，不允许自己主动卸载。那么说来有意思的是，在咱这里不允许卸载，但是在欧盟的话是可以正常卸载的。下面教大家正式的卸载流程。大家先打开我的电脑，找到系统，点开 C 盘，打开 Windows 这个选项，找到 System32， 就是这个。好，大家打开 System32 这个文件夹以后，有很多文件啊，大家可以在搜索栏里直接搜索这个文件。我会把这个名称放在视频的介绍里啊，大家可以直接复制。找到以后，我们鼠标右键点击这个文件，下面的一个属性，大家打开，在这个属性里，我们选择安全这个标签，在最下面这个右下角的位置有个高级，大家点进去，在所有者这里，也就是名称下面这个所有者，这里需要点击更改，输入需要选择对象的名称。输入 Administrators， 也就是管理员组的意思，然后点击下面的检查名称。好，检查名称完以后，可以看到 Administrators 下面多了一个下划线，就说明这个路径是有效的。大家点击确定，然后点击应用，这里直接点击确定就可以了。然后下面点击确定。刚才的操作是为了把这个文件的最高权限变成你自己。刚才我们已经操作完了，下面我们继续，先选择到刚才添加的 Administrators 这个用户，点开以后大家可以看到它这里的权限并不是完整的，那么我们这里点击编辑，点击编辑完以后，不要在这里直接点击允许，把这些全部允许点击掉，因为这里显示的是所有账户，大家选择到刚才我们新增的账户 Administrators，点击开有，点击以后，这是单独到刚才的账户。我们把这些权限全部点开，全部完全控制，就允许修改和写入。点击应用，是，点击确定。好，我们再点击确定。在正式修改阶层文件之前，我们还需要确定一下地区的值。大家首先打开自己的注册表，这个注册表是直接点击 Win 键以后搜索就可以了。直接可以搜索出来，右键点击以后选择以管理员身份运行。打开注册表编辑器以后，大家按照这个路径找到这个文件，就这个 name 的文件，点击修改，
这里可以看到它的数值，这就是 CN， 这个 CN 的意思就是中国，这个中国代表的意思呢，就是目前你电脑使用的系统的底层数据是在哪一个国家。如果 CN 就是中国，如果是 US 的话，你的底层数据就是在美国。这里大家记住这个数据，点击确定，这个路径会贴在屏幕上。好，我们回去继续编辑 JSON 文件。我们先点击开始菜单，选择记事本，点击以管理员身份运行。在这个新打开的记事本中，大家点击文件，大家点击左上角的这个文件按钮，再点击打开，然后找到我们刚才这个 JSON 的文件，点开系统 C 盘 Windows System32。就是你在找这个文件需要注意的一点是，你直接向下滑它是没有的，因为你这里有一个限制格式，这里显示的文本文档，大家需要选择到所有文件，然后再搜索我们刚才的文件名。好，找到这个文件以后，点击打开。首先我们将这一行代码，就这个位置 disable 改成 enable， 意思就是将不允许卸载改成允许卸载。好，这里改一下。好，在下面这个 enable 这里就是说的目前的国家地区，大家需要在这里加上我们刚才在注册表里查询到的地区，也就是 CN。需要注意的一点是，输入的格式需要跟他们的格式一模一样，建议大家直接复制。注意一下，需要把后面这个逗号也复制进来，因为是个分割符。我们复制过去，把 AT 改成 CN。当然，如果你不想直接复制过来的话，自己输入也可以。跟大家说一下注意事项，它这个要求是输入英文的分割号，不要输成中文的。输入到英文的这个输入法以后，输入分割号，就这样，输入2个分割号，一个逗号。我们可以再添一个 US， 也就是美国，可以添加多个地区。这里需要再跟大家注意一下，就是你除了第一个 CN 的这个选项，后面的每一个分割符后面要加一个空格。如果说不加空格的话，到时候你在卸载 Edge 的时候可能没有办法正常卸载。刚才我就是没有加，后来我检查了一下。好，我们这2步做完以后，可以点击保存了。点击保存。这里再跟大家提醒一下，必须用管理员身份打开记事本来编辑这个 JSON 文件。如果说你直接打开 JSON 来编辑的话，你可能会遇到无法保存的情况。JSON 文件修改完以后，大家打开 Edge 浏览器，在右上角的这3个点选择设置，在设置这里我们找到这个系统和性能的选项，选择这个系统。可以看到这个启动增强如果是开着的话，大家点击关掉，把这几个都关掉。然后我们退出，然后重启一下电脑，就是这里重启一下电脑。现在我们已经重启完电脑了，我们现在来一块儿卸载一下 Edge。我们首先点击我的电脑，选择属性，在这里找到应用选项，选择安装的应用。在这里可以看到 Edge 这个应用，点击更多选项，可以看到下面这里已经可以正常点击卸载了，我们卸载掉，点击卸载，卸载，点击确认卸载。就是卸载完 Edge 浏览器以后，它相对应的应用和小组件也没有办法再用了，这个大家也知悉一下。点击确定卸载。好，可以看到我们这里已经卸载完成了，包括这里的桌面图标它也已经没有了。我们在这个应用里搜索一下 Edge， 也是找不到了，现在已经完全卸载完毕了。好，以上就是本期的全部内容，如果对你有帮助的话，欢迎点赞订阅，感谢大家关注，再见。